欢迎来到中文学习频道 Mandarin Go。今天要讲的是《西游记》，中国4大名著之一。我会用简单的词汇带你遨游中国小说的世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《西游记》第6回上集，观音菩萨出马抓住顽皮猴。在天上，玉皇大帝正在烦恼，因为有个猴子捣乱了蟠桃会，把仙酒、仙丹都偷走了，还把好多天兵打得一败涂地。这只猴子就是我们熟悉的孙悟空。这天，南海普陀山的观音菩萨和他的大徒弟木叉，也叫晦暗行者，一起来到玉皇大帝的宫殿。他们原本是来参加蟠桃会的，却看到整个会场空空的，仙人们也都不开心。观音问了才知道，原来是孙悟空搞破坏，让今年的蟠桃会变成一场大灾难。观音听完后说，这个妖猴是从哪来的？玉皇大帝叹了一口气，说他是花果山的一块石头变成的猴子，天生厉害，还会金光冲天。一开始我们没当一回事，后来他打败妖怪，删掉自己的生死簿，变得越来越强。我本来要派兵捉他，但太白金星说，只要是有耳朵眼睛的，都有可能成仙，不如给他个机会。所以玉皇大帝就让他当马房的管理员，官名叫弼马温。没想到孙悟空不满意，觉得官太小，还反了天宫。后来玉帝又给他一个大官名齐天大圣，但没有给他工作。孙悟空天天闲住，就到处乱跑，结果还跑去吃蟠桃，喝仙酒，偷仙丹，把整个天界搞得天翻地覆。玉帝说，我们已经派了10万天兵去花果山捉他，可是一直没有消息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。观音菩萨听完后，就转头对徒弟木叉说，你快点去看看战况，如果看到那猴子，就帮忙把他抓住，然后回来报告我。木叉点头答应，拿起他的铁棍，一个云就飞到了花果山。他飞在天上，看见地上密密麻麻的天兵，已经把花果山围得水也漏不进去。他站在空中，大声说，我是南海观音的徒弟木叉，特地来打听情况的，请帮我通知你们的指挥官。山下的士兵一听，立刻通报。没多久，木叉就被请进了军营。李天王一看到木叉，马上问，你怎么来了？木叉说，我和菩萨刚参加完蟠桃会，一到就发现气氛很奇怪。玉帝说你们来打猴子，可是1天过去了都没消息。菩萨就叫我来看看你们那边的状况。李天王点点头，说，昨天我们已经出兵挑战他了，还派出9曜星，可是全被打回来了。后来我们10万大军一起上，打到晚上都没抓到孙悟空，他太厉害了，还会分身。我们最后只抓到一些老虎、豹子，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今天还没开始新的战斗。听到这里，木叉心里明白，这场仗不是那么容易打的。他打算亲自出手帮忙，也准备回去告诉观音菩萨这边的情况。太子挑战孙悟空，2郎神出手来帮忙。天刚亮，观音菩萨的徒弟木叉又来到花果山。他见到李天王和4大天王，行了礼。李天王问他怎么来了，木叉说，我是奉观音菩萨的命令，来看你们打仗的情况。玉帝说，已经1天没消息了，很着急。他们正说着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来了。李天王和4大天王准备再次出兵，木叉说，我是来帮忙的，让我上去试试吧。李天王点头，好，但你要小心，他可不是一般的猴子。木叉拿起他的铁棍，衣服一束，跳出营门，大喊，谁是齐天大圣？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回答，老孙我就是。你是谁？木叉说，我是李天王的2儿子，也是观音菩萨的徒弟，法号晦暗。我今天来就是要捉你。孙悟空笑了，哈哈哈，好大的口气，吃我一棒吧。木叉也不怕，举起铁棍来迎战。2个人就这样在山前打了起来，你一棒我一棍，打得天昏地暗。观战的天兵天将和妖猴们都紧张地看着。
两人打了50-60回合，木叉开始觉得手臂发酸，越来越没力。他只好装作攻击，然后转身跑回营地，大喊：那孙悟空真厉害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李天王听了，心中一惊，立刻写了请求支援的信，交给大力鬼王和木叉，叫他们快上天报告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玉皇大帝的殿前。玉帝打开信，看完后说：这猴子有这么厉害吗？连10万天兵都打不过。观音菩萨说：请陛下放心，我有一个人选，一定能对付他。玉帝问：谁？菩萨回答：是您的外甥二郎真君，他住在灌江口，有6个兄弟和很多神兵，请派人去请他出手帮忙。玉帝马上下令，叫大力鬼王带着圣旨去灌江口。二郎真君接到命令后非常高兴，说：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去。他叫来6位兄弟，康、张、姚、李4太尉，还有郭申和执剑2位将军。他们集合好神兵，带着弓箭、大刀、老鹰和猎犬，马上出发。他们像风一样快，不一会儿就到了花果山。花果山被天兵包围，层层不透风。二郎真君站在天罗地往前大喊：我是二郎真君，奉玉帝之命来捉妖猴，快开门！守门的神将听见后马上通报。4大天王和李天王出来迎接，说明了之前的战况。二郎真君笑着说：这回换我来对付他，不用你们帮忙，只要你们把网阵收一收，顶上留一个洞，别让他飞走了就行。他还说，请托塔李天王拿出照妖镜，照住天上，不让他逃。我若输了，我兄弟来帮我；我若赢了，也不用你们帮我捆他。说完，大家准备好队形，等着一场新的大战开始。接下来孙悟空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下一回再说吧。今天的《西游记》就先讲到这里啦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。你的支持不仅能帮助我们，还能让我们更有动力，继续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